什麼情況？我明明在公司熬夜改家政方案，怎麼一头栽進水裡了？這是誰的身子？我90多斤的腰呢？我熬了3年练出來的马甲線呢？我穿越了，还穿成荒年40多岁的笨寡婦。原主也叫简宁，丈夫5年前上山采药摔下悬崖死了，留下個憨厚的兒子蕭炎。3年前鄰村鬧災，蕭炎救下逃荒的姑娘柳芽帶回家。原主好吃懶做，平日里全靠蕭炎和柳芽這2個孩子操持家務。不僅如此，原主簡寧還偷摸賭錢賒賬，把家裡田產敗得只剩最後1畝薄田。昨兒宗族長在上门逼債，还钱天经地義，拿不出錢就拿你們家最後1畝地，還有這個破房子來抵。他一口氣沒上來，栽進水缸裡直接淹死了。原主空有一身贅肉，敗光家產和名聲，天崩開局啊！不過我既然來了，就一定能帶這2個乖孩子過上好日子。娘，喝粥。這就是你天不亮就跑半里路去王婶家借來的粥，就這麼小半碗？对不起娘，王婶子只肯借半碗，我沒敢喝一口，都給娘留着。柳芽妹妹也沒喝，她餓了1天了。這應該就是蕭炎救下的柳芽。昨兒原主拿她撒氣，一巴掌把人半張臉都打腫了，就因為她偷吃了灶上半塊生紅薯。娘，我錯了，我再也不敢偷吃了，你別打我。娘要打就打我吧，是兒子沒用，您別怪柳芽妹妹。倆孩子怕原主怕成這樣，原主對他倆得有多拽啊！好孩子，從前讓他們受夠了苦，以後我帶他們過好日子。都別哭了，我又不是老虎。從今天起，這個家要團結一心，誰也不許好吃懶做。娘，第一，以後誰也不准再餓肚子；第二，家裡誰也不准動手打人；第三，外頭的債我來還，天塌下來由我頂着，輪不到你們擔驚受怕。娘不打我們了，還能吃熱飯。娘，您說的是真的，不用我們挨餓，也不用我們怕債主，怕挨打了。當然了。简寡婦，你給我聽清楚，明天太陽落山之前交不出那1畝薄田的田契抵債，你們一家3口立馬給我滾出簡家村。娘，怎麼辦啊？祖老又來催債了，短短1天，我們到哪兒去還債啊？別怕，娘自有辦法。娘，祖老爺爺說明天太陽落山就得交田契，不找人求求情，上山能有啥用啊？求情能當飯吃，等着田被人搶走，咱們仨喝西北風的寶貝。你看着，這漫山遍野灰菜，全是能當下飯菜。松樹下的榛蘑、雞油菌曬乾了比粗糧貴3倍，前面山溪裡的小魚小蝦撈上來熬湯，香死人。哥，以前娘從來不肯上山的，在家連水都要咱們端到跟前，稍不順心就摔碗罵人。今天怎麼主動上山了？是啊，昨天娘還說上山費力氣，讓我自己去挖野菜，挖少了還要挨打。以前是以前，以後有我在，不用你們倆餓肚子幹活。行，一會兒到了河邊，蕭炎負責撈魚摸蝦，能撈多少撈多少。好的，娘。柳芽，你跟着我採菌子、挖野菜，順便編2個小筐分裝東西，都聽我指揮。中午咱們就能吃上熱飯啊！太陽打西邊出來了，這副幹練勤勞的樣子，還是以前那個只會使喚我們的母親嗎？蕭炎哥，你真厲害，昨兒你還說摸不到魚呢。今天應該是有娘和柳芽妹妹陪着吧，所以運氣好，一摸就摸到了。是啊，不過娘今天竟然真的幹了這麼久活，竟然還沒抱怨。阿言、柳芽，你們看，這種伞蓋發黃的是雞油菌，鮮得很，熬湯最香。这种褐色帶花紋的是榛蘑，曬乾了能放半個月，鎮上酒樓都收。旁邊那些紅傘蓋白點點的不能碰，有毒，碰都別碰。娘之前四體不勤五穀不分，現在怎麼懂得這麼多？難道娘真的變了？太好了，娘，你認識這些寶貝，這麼多吃的，以後我們都不會再餓肚子了。不止不餓肚子，等咱們把這些東西換成錢，祖老那點債根本不算事兒。走，回家做飯。好。這幾年我還是第一次吃到娘做的菜呢，沒想到娘的手藝這麼好。好香啊，娘，比王地主家辦喜事去的湯還香。這叫火候到位，大火煮開，小火慢燉，魚的鮮氣全熬進湯裡，菌子的香也融進去，能不香嗎？娘，這是我喝過最好喝的湯。開哪兒到哪兒，明天咱們把剩下的魚湯分裝了，再帶點曬到半乾的榛蘑去鎮上集市賣，債還了再給你們倆做身新衣裳。娘，都站了半個時辰了，沒人過來買，咱們是不是3文錢1碗賣貴了？新鮮野菌鯽魚湯，嘗一口不要錢，不好喝扭頭就走，好喝了您再買。免費嘗，你可別騙人，真不要了錢。說話算話，您先嘗，覺得值再掏錢。我的天，這湯怎麼這麼鹹？
我在镇上最大的迎客樓吃席，都沒喝過這麼夠味的湯。妹子，你等着，這熬湯的方子，我們迎客樓的王掌櫃肯定要買，我這就去叫人。貴，果然酒香不怕巷子深，這麼快就來生意了，正好省了我一家一家上門推銷的功夫。掌櫃的，前面就是新來的那個鮮香美味的魚湯攤子，這香氣都飄到咱酒樓了。好，快帶我過去，這麼鮮的方子，我一定要買下來。好嘞。簡寡婦，這條街誰不知道你只會好吃懶做？你在這裡幹什麼？來搗亂！王掌櫃，鮮魚湯的攤子就是他擺的。他怎麼可能？簡嫂子，就是我們掌櫃的要買你的方子，還不快把魚湯盛出來？掌櫃的，您先嘗，好不好喝全由你定夺。还行吧，就是野菌子鲜点儿，没什麼稀奇的。這樣吧，我給你5兩銀子，把這熬湯的方子寫給我，夠你們家吃上半年粗糧了，算便宜你了。5兩，娘，好多錢啊，夠還族裡的債了。王掌櫃，您这是拿我當沒見過錢的村婦糊弄呢？就這湯的鮮味兒，您1碗賣10文錢，一天賣上100碗，半個月就回本，5兩銀子就想買斷，您這算盤打得也太響了。沒想到竟然被看穿了，這寡婦還懂這個。好，我們聊聊。哇，我不是在做夢吧？娘竟然帶着我進了惠春酒樓的雅間，聽說這都是給官人準備的。實話說吧，湯只是個引子，這東西才是真正的搖錢樹。這是我用8種野菌配好比例烘乾磨成的菌粉，煮湯燉肉下面條，只要放小半勺，鮮味直接提3倍。一罐能用大半個月，成本也就幾文錢。您酒樓每道菜都能加，回頭客至少翻3倍。不止賣湯，整樓的生意都能往上走。就這野菌子，山上到處都是，誰不會磨粉？你這東西值不了多少錢。山上菌子是多，可您知道哪8種配一起最鮮？知道烘多久不丟香味？知道比例怎麼調不發苦？您要是覺得簡單，大可自己試試。對了，我下午本來還打算去隔壁醉仙樓問問，他們掌櫃前繼子正愁新菜沒特色，我估摸着他對这菌粉肯定感興趣。王掌櫃生氣不買了，怎麼來興趣？哎，別急着走啊，有話好商量。這樣，20兩銀子，我買你這菌粉的配方和用法，以後你每月給我供10罐乾粉，我再給你2兩銀子分紅，怎麼樣？每月15罐，3兩分紅。行，就立字據按手印兒。不行，我現在就去醉仙樓。成，就按你說的來。這就同意了。 20兩銀子可不是小數，你一個寡婦家拿這麼多錢可得收好了，別像以前似的轉頭就賭輸揮霍了。蕭炎和柳芽瘦得跟豆芽菜似的，也該給人補補。我家的事就不勞掌櫃操心了。果然，你們娘還是老樣子，真是苦了你們倆了。蕭炎哥，娘不會真的又拿去賭吧？上次族裡發的救濟糧，娘轉頭就換了胭脂，咱們餓了3天。不會吧？娘好像真的不一樣了，我相信娘。不管怎麼說，跟上看看就知道了。娘怎麼停下來了？不會又要拿錢揮霍了吧？掌櫃的，切2斤五花肉，再攪半斤臊子。娘，太貴了，咱們不吃肉，省點錢還債吧。債要還，飯也要吃。這半塊肉回去剁成臊子包餃子，都是你倆愛吃的白菜豬肉餡兒，剩下的熬成油，以後炒菜也能香點兒。娘，這些肉你真的給我們吃？不給你們吃，給誰吃？走，回家包餃子。喲，這不是簡家胖寡婦嗎？大清早進城，這是發了什麼橫財啊？懷裡揣的什麼好東西？給爺看看。你是誰啊？憑什麼給你？哼，別給我裝傻！你欠我爺爺的錢，趕緊還回來。原來是趙德珠的親孫子趙金寶啊！嚯，還真不少錢啊！胖寡婦，你該不會是進城做什麼不正經的買賣了吧？嘴巴給我放乾淨點！我不，我爺爺說了，你們家欠族裡的債還不上，這錢正好，我替我爺爺收了。你還給我，這是我們賣菌子賺的錢，不是還債的。什麼你的我的？你們家的田都是族裡的，賺的錢當然也該歸族裡。搶了我的錢還想走？我倒要看看今天是誰給你的膽子！大家伙都看看啊，這簡寡婦以前就偷摸賭錢敗家產，現在進城一趟揣回來這麼多錢，指不定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。就他家這窮鬼兒子，什麼都不會，還能賺錢？鬼才信！不是的，這是我們進山採菌子賣湯賺的錢，是正經錢。正經錢？山上的破菌子能賣20兩，騙鬼呢！按族規，不明來路的錢財就得充公，這錢我替我爺爺收了，正好抵你們家欠族裡的債。憑什麼？就憑我是族長的親孫子，你一個寡婦家進山一趟就掏出20兩，不是旁門左道來的，還能是什麼？今天這錢我拿定了，你敢說半個不字試試？姐夫確實懶得出擊，家裡窮得揭不開鍋，怎麼突然就賺大錢了？誰知道呢？說不定真走了歪路，族裡收了也好，省得他再敗光。放心，交給娘解決。趙金寶，你手裡搶的那點碎銀正好3兩，就是我本來今天要還給族裡的債。可你知道我手裡這張是什麼嗎？是什麼？那是我跟鎮上回春酒樓簽的供貨契約，官府庫房蓋了印，連本帶利值20兩。
你抢3两银子，頂多算私人間的糾紛。可你要是長官府不按的契約，耽誤了酒樓的生意，人家報官查下來，到時候連累整個宗族吃官司，你爺爺擔得起這個責任嗎？你少嚇唬人！一張破紙而已，還官府備案，誰知道是不是你自己畫的？是不是真的？你大可以把你爺爺叫出來，咱們一起去縣衙驗驗。真要是假的，我任憑族裡處置。可要是真的，你搶錢毁器的罪名，夠你蹲半年大牢。回春酒樓那可是鎮上最大的酒樓啊，他真能搭上回春酒樓的關係？看着不像假的，不然他哪敢說去縣衙驗？各位鄉親，以前我简寧糊塗，好吃懶做，敗光了家產，也委屈了蕭炎和柳芽，讓大家笑話了。從今天起，我改邪歸正，好好過日子。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悔改了，還是做樣子。以後村裡誰家有紅白喜事兒要做席，家裡要收拾犁垛，進山採買乾貨，都可以找我，明價標價，童叟無欺，保證給大家辦得妥妥帖帖。真的假的啊？當然是真的，我另外邊還缺幾個手腳迷做的婶子嫂子幫忙，一天管2頓熱飯，再給5文工錢，多勞多得。願意跟着我幹的，回頭隨時去我家找我。哎，簡嫂子被城裡的酒樓掌櫃親自接待買方子，也是有能力的。要真能跟着她幹，賺點零花也是不錯的。簡嫂子，我願意去幫工，我也願意。好，來這邊登記。咱們隊人不多，但規矩得立住。張嬸，你長造經驗足，負責配菜炒菜，按我給的菜單下料。偷工減料的事兒絕對不能幹。劉嫂，你心細，負責擺盤上菜和收拾桌面，不能亂了次序。蕭炎腿腳快，眼神準，負責每天早上鎮上採買乾貨鮮貨。柳芽手巧，管針線縫補的活兒，順帶記每天的出入賬。好的，娘。說真的，當初我還猶豫來着。以前這簡寧懶得出了名，油瓶倒了都不服，家裡髒的下不去和柳芽，還天天打蕭炎喝多酒，竟能支起這麼大一個攤子，說話辦事比爺們兒還利索，可不是嗎？以前看着倒真是改邪歸正了，跟着他幹，心裡踏實。簡寧妹子，我們倆以前就只會在家做飯，真能行嗎？一天5文工錢，你可別虧了，行不行？幹一單就知道，咱們靠手藝吃飯，不偷不搶。記住一條，咱們做幫工，口碑比什麼都重要，主家滿意了，生意才會找上門。這宴席辦得地道。肘子燉得軟爛入味兒，連擺盤都比縣城酒樓講究。老李，你從哪兒找的幫工？聽說是鄰村簡家嫂子組的隊伍，我本來還怕人手不夠亂了套，沒想到這麼省心。哎，先前還聽村裡傳他走歪路掙不乾淨的錢，我還當真了，沒想到人家是憑着真手藝幹活，這傳言真是沒譜。今天這壽宴辦得太合我心意了，20桌席面井井有條，親戚們都誇，這是說好的工錢，多的200文算我額外賞的。下個月中秋我家還要辦家宴，到時候還找你們，價錢你說了算。多謝李員外抬舉，中秋宴我提前3天過來排菜單，保證比今天還體面。胖嫂幫工队，真把自己當人物了。等我回去跟我叔說一聲，看你這生意還能不能做得下去。今天办酒席做帮工，這一天就賺了7文錢，還管了2頓飽飯，比在家紡線強10倍。是啊是啊，跟着簡寧妹子幹，心裡踏實。以後有活你儘管叫我們，隨叫隨到。好，下次還叫你們。娘這2天賺了這麼多，還領着鄉親組隊操辦宴席，難道她是真的打算好好過日子了？我也覺着娘跟從前不一樣了，做事穩妥，也不再亂發脾氣了。那你去問問娘，願不願意拿錢買2畝地，咱們有了自己的田，就不怕族裡隨便收走。正好也看看娘是不是真的變了心性。娘，等下月中秋宴結了工錢，咱們能買2畝地嗎？有了自己的地，就不用再怕族裡收田抵債了。他想得到長遠，說的也在理。眼下手裡漸漸有了餘錢，也確實該置辦田產，給蕭炎和柳芽攢個安穩的根基。好，等下月結了賬，咱們就去買地，不光買，還要挑2畝上好的水田。芽兒，過來，看看娘給你帶了什麼。你這個年紀的姑娘，正是愛美的時候。先前家裡窮，連件像樣的新衣裳、件首飾都沒給你添置過，是娘委屈你了。謝謝娘。其實之前我還背地裡懷疑您，怕您不是真心想好過日子，是我心眼小，胡亂猜疑，您別怪我。傻丫頭，先前娘做的混賬，換誰心裡都得打鼓，不怪你。以前的事兒都翻篇了，往後咱們娘仨一條心，日子只会越來越紅火。女兒以後一定好好聽娘的話。家裡的針線活、灶上活我都包了，好好孝敬您。哎呦，這破地方哪是人住的？柳芽，趕緊收拾東西跟我們回家。當初把你放這兒是家裡難，沒辦法。現在我們柳家熬出頭了。跟你直說吧，鎮上御風綢緞莊的王爪棍是我遠房表哥，他侄子今年18，家裡管着3間布鋪，一眼就看上你了。嫁過去就是少奶奶，穿金戴銀，吃穿不愁。
不比在這破院子裡跟這個窮鬼強100倍。不許帶柳芽走，她是我妹子。妹子，你个什麼都沒有的窮小子，也配留我女兒？我好好的閨女跟了你家，這輩子才是真毀了。我不回去，我就在這兒。你個白眼狼！我和你爹辛辛苦苦生你養你，送你過來是讓你活命的，不是讓你認賊作母的。吵什麼吵？我簡家的院子輪不到你們撒野。簡寡婦，我跟你說，當年我們是窮的沒辦法，現在我們條件好了，自然要接女兒回去享福。識相的就趕緊把柳芽交出來，不然我們去族裡告你。告我？憑什麼告我？當初逃荒你們把她扔了，被我們救下，現在想帶人走也行。多少錢？你開個價。30兩，1文錢都不能少。30兩，你怎麼不去搶？一個黃毛丫頭值30兩，你想錢想瘋了嗎？嫌貴，那咱們就換個說法，這強搶民女的罪名按大靖律位，輕則杖責流放，重則蹲大牢。咱們現在就去縣衙，讓縣太爺評評理。你們如今攀上了綢緞鋪的親戚，想必也丟不起這個人吧？你少拿官府嚇唬人！我們是接自己女兒回家，天經地義。是不是嚇唬人？咱們走一趟縣衙就知道了。走啊，我陪你們去。你個胖寡婦，給我等着！我們不會就這麼算了的。柳芽遲早要跟我們走，你別得意。娘，我不走，我哪兒都不去，我就留在這個家，跟着娘和蕭炎哥。娘給我買新布，打銀飾，還幫我趕走了狠心的爹娘，自己的袖口都磨破了還在穿。娘是真的待我們好。這花是你繡的？娘，我見您袖口破了，就想偷偷補一補，怕補得難看，隨手繡了2針遮着，沒耽誤幹活的。我以後不亂動您的東西了。傻丫頭，這是好本事，哪能叫耽誤幹活？你這針腳穩，配色巧，比我在鎮上見過的好些繡娘都強。以前正經學過？我親生娘從前是繡娘，打小教我認真路線，後來家裡欠了債，就再也沒碰過正經的繡線和绢布了。正好，幫工隊的紅白喜事不是天天有，你這手藝可不能埋沒了。待會兒我帶你去鎮上繡坊問問，看能不能接些繡活回家裡做。憑手藝吃飯，比幹粗活掙得多，也體面。好，我一定好好做，不辜負娘的心意。芽兒，我們到錦繡坊了。娘，我真的能行嗎？放心，交給娘。買東西還是接活？接活就趁早走。我們坊裡的活只給正經拜師的繡娘做。不是什麼阿貓阿狗都能碰上好絲線。我就知道我不行，娘，咱們走吧。喲，我當是誰呢？原來是鄰村那個敗家產的胖寡婦啊！怎麼自己混不下去了，帶着收留的小姑娘出來討飯了？就你們這幹粗活的手，也配拿繡針？別把我們坊裡上好的蘇繡線糟蹋了。這幅最小的桃花繡多少錢？20文，你買得起嗎？買了，我們走。娘，咱們本來是來問繡活的，怎麼反倒花錢買繡品啊？這20文都夠買半升米了。傻丫頭，這是買給你當樣搞的。你針法底子好，就是久沒碰過好料料、好繡線，拿這個參照着練手，摸透這蘇繡的運針路數。等你練熟了，咱們以後接活就照着這個水準要價。憑手藝吃飯，不比幹粗活掙得多，也輕快得多。原來娘是為了我，我一定好好練，絕不讓娘白花這錢。以後靠繡活也幫家裡掙錢。你仔細看看這幅繡的怎麼樣？針腳倒是密，就是花瓣繡得太死了，像剪出來的紙花貼上去的，一點生氣都沒有。配色也豔俗，正桃紅配鮮蔥綠，看着晃眼。你說的全對，針腳密但呆板，配色俗而無韻，也就值20文的入門水平。你剛才補衣上繡的那朵野菊，靈動勁兒比他強10倍。真的嗎，娘？我真的比他繡得好？不止比他好，只要找對花樣，練對路子，你能繡出整個鎮上都沒人見過的好東西。回去我給你畫個新圖樣，你照着繡，保準能賣上大價錢。這叫並碧蓮，寓意童心美滿。大戶人家的小姐最喜歡做帕子扇面，你繡的時候，花瓣邊緣用打籽繡勾出絨感，中間用套針慢慢暈開顏色，從深粉過渡到淺白，比清一色的桃紅雅致得多。原來還能這麼繡，我以前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花樣。娘，你怎麼懂這麼多啊？以前聽走南闖北的貨郎說過些外頭的新鮮花樣，你手強，照着練，肯定能繡出來。娘，我繡完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跟你畫的圖樣一樣？好，太好了，
傳統針法配上新式五樣，比錦繡坊那些死板的繡品高出好幾個檔次。那咱們能拿去鎮上賣嗎？不只能賣，這就是咱們的第一塊敲門磚，用它，咱們能敲開全鎮繡坊的門。我不是在做夢吧？幾天前我還只能在破袖口上绣朵小花遮补丁，連正經的绢布和好绣線都碰不到。我以後真的能靠自己的手藝掙錢，能有娘在，真是我上輩子修來的福氣。傻丫頭，手藝是你自己長在手上的，娘不過是幫你搭了個台階，往後你好好練，憑這手本事，別說全鎮，就是縣裡的繡坊也得搶着找你做活，你的價值大着呢。繡坊不收，咱們換個路子。下月里牢外中秋家宴，賓客都是鎮上有頭有臉的人，咱們把繡品擺上桌當席面裝飾，真手藝亮出來比求人強。这繡活真精巧，比我在县里见过的都灵动。没想到你手底下还有这样的能人。正好这次中秋宴，我请了锦绣坊的蘇坊主過來展他那幅朝鳳，給賓客們助助興。到時候你把這姑娘也帶上，都是繡藝，湊在一起也熱鬧。承蒙員外和夫人抬舉，到時候我帶她過來給諸位添個趣。諸位今日賞臉，李某特意備了件稀罕玩意兒給大家開開眼。錦繡坊的蘇坊主帶來了鎮坊之寶，咱們一同品鑑品鑑。好手藝，光鳳凰羽毛的配色就有10幾種，不愧是鎮上第一繡坊。聽說這幅圖蘇坊主親手繡了3個多月，今天能親眼見着，真是有眼福。不過是雕蟲小技罷了。我倒是聽說李員外請的胖嫂幫工隊裡，這位小姑娘也繡得一手好活，不如趁今天熱鬧，露2手讓大夥兒瞧瞧。娘，我不行，這麼多貴人看着，我肯定繡砸了。怕什麼？就繡你最熟的并碧蓮，你繡的東西有活氣，比死板的百鳥朝鳳強，放心繡。我師傅這幅百鳥朝鳳花了整整3個月，耗了12種蠶絲絲線才繡成，就憑你也敢跟我們比？等會兒繡出個歪瓜裂草，丟的可是你們胖嫂隊的臉。別胡說，人家敢接話，自然是有幾分本事的，就是不知道是真有手藝，還是只會些上不了台面的討巧花戲。我的天，這活氣兒！我活了50年頭一錘劍，這蓮花就像沾着露水似的，連蟲子都像要飛出來。蘇坊主的繡品是精緻，可這小姑娘的繡品是真的活了呀！是啊，以前只知道錦繡坊繡得好，今天一比才知道什麼叫人外有人。這花樣我從來沒見過，雅致又吉利，做帕子、做扇面都合適。胖嫂，這繡品賣不賣？我先訂一幅。不過是些旁門左道的討巧針法，登不上大雅之堂。時辰不早了，我們先告辭。師傅，那小丫頭肯定是瞎貓碰上死耗子，咱們就這麼算了，憑她也配搶咱們錦繡婦的風頭？算了，不可能，一個村野古婦家收留的小姑娘，不可能繡出這種東西。那并碧蓮的紋樣和暈染筆法，我跑遍周邊府城都沒見過，絕不是本地的路子。你去查，好好查查這個胖寡婦到底什麼來路，她手裡還有多少這種新鮮圖樣，背後是不是藏着別的繡娘高人？查得一清二楚了，再回來告訴我。是，師傅。我明天一早就去簡家村打聽，保準查得明明白白。錦繡坊這一鬧，反倒給咱們免費做了最好的宣傳。接下來該輪到咱們的繡品佔住鎮上的市場了。不對呀，昨天壽宴的工錢加賞錢，除去買醬油和碗筷的成本，再扣了打碎瓷碗的賠償，怎麼算都差3文錢。127文，你多算了一遍買醬油的5文，又漏記了李員外額外賞的2文洗錢，一來一回差了3文。張嬸的賞錢加了2文，劉嫂扣了1文賠償，都算進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再數數。娘，蕭炎哥算得太準了，我算了半個時辰都沒對，他掃一眼就知道錯在哪兒了。我早就覺得不對勁了。上次咱們走後山小路去隔壁村，連老獵戶都容易迷路的岔路，他閉着眼都能走對。哪條溝裡有泉眼，哪片坡上針魔多，他記得比誰都清楚。妍兒，你畫的這是木工榫卯，你怎麼會畫這個？沒畫什麼，瞎畫的。娘，我去劈柴了。半夜的不睡覺，誰在院子裡折騰？妍兒，你大半夜不睡覺，在這兒做什麼？不務正業，淨搞些敗家的玩意兒！這是你做的？就用柴刀削的木片？這水車居然真的能靠水轉起來？誰教你的？你以前學過木工？沒人特意教我。之前村口木匠大叔幹活，我站邊上多看了幾眼。前幾天進城，
見河邊上有水車，就想着回來試試。對不起娘，我不該半夜偷偷做這些浪費木料，我以後再也不搗鼓了。好好的手藝，藏着掖着做什麼？就憑看幾眼就能做成這樣，手巧得很，這是真本事，不是瞎折騰。以後想做就光明正大做，木料不夠，娘去鎮上給你買。缺什麼工具，咱們也置辦上。這孩子悟性也太驚人了，只憑旁觀幾眼就摸透了其中的門道。從前竟被原主生生耽誤了，這麼好的天分，往後可不能再埋沒了。老爺、少爺，盯清楚了，那萧炎半夜蹲院里做了個木頭水車，澆上水自己就能轉，沒人碰沒人推，邪門的緊。爺爺，這還了得！敢在家搞邪術妖物，咱們直接帶人抄了他家。慌什麼？直接拿妖物說事，反倒顯得咱們欺負孤兒寡母。先拿舊債當由頭開祠堂，逼他拿3畝田抵債，他乖乖認了，咱們順理成章收田斷他的根。他要是敢嘴硬耍橫，就把這水車妖物的事抖出來，按族規定他個妖異惑眾，私造邪物，直接把他娘仨趕出村子，家產全充公。還是爺爺高明，先禮後兵，兩頭都堵死，他插翅難飛。連夜通知挨家挨戶喊人，明天辰时祠堂集合，嘴严实點兒，別提前走漏風聲。是，老爺，我這就去，保準明天人到齊。今天召大家來，就為一件事。當年簡家男人上山摔死，從族裡支了5兩死葬費，至今惜3年，利滾利連本帶利共10兩。按族規，當以他家3畝薄田抵債，田產收歸族裡公有。大夥說該不該？那當然該，族規如山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，總不能讓個外姓寡婦占着族裡的田白吃白喝吧？族老，按族規年息1成，5兩3年尾市共6兩5，哪來的10兩？去年我還過2兩碎銀，您沒記賬也不減本，多出來的錢是進了公賬，還是落了您私囊？放肆！你一個婦道人家懂什麼賬目？族裡公賬自有我打理，輪得到你指手畫腳？錢債不還，還敢污衊族老？按族規，該罰你跪祠堂3天。我不懂賬，那正好，今天就把這3年公賬算個明白。前年修從堂，族裡撥銀20兩，實際買料用工花4了5兩2角，去年祭祖收份子12兩，實際開銷8角，短角4兩。這3年接濟糧賬面發30擔，實際只發21擔。折銀37兩8節，3年合計公賬短缺47兩整。族老，您說是誰不懂賬？居然短了這麼多，合着咱們交的份子錢都被他貪了。我說去年接濟糧每家就分小半袋，原來都被他私吞了。大夥別被他轉移話題，這寡婦賬目算得清，可他兒子在家私造妖物邪術，這事兒怎麼算？昨晚有人親眼看見，這蕭衍做了個木頭水車，澆上水自己就能轉，不是邪術妖物是什麼？私造妖物禍亂村子，按族規就該把他們娘倆趕出簡家村。那破水車就是鐵證，等族老們定了刑，不光田產充公，你們娘仨都得被趕去山窩子裡餵狼。是不是妖物？當場閉口驗過便知，真的假不了。要是最後查出來只是尋常木工，這污衊族人的罪名，你擔得起嗎？找嘴硬，咱們走着瞧。娘，他們真要拿水蛭說事怎麼辦？村裡人都迷信，万一信了……別怕，不過是借力水流的尋常物件，算不上什麼邪術。明天他們趕來查，咱們就當众演示清楚，正好讓大夥開開眼。是不是妖術？大夥親眼看看就知道。這東西叫水車，靠水流衝力帶動葉片轉動，是正經木工手藝，歷朝歷代都有，不是什麼邪物。原來是靠水冲的啊！我還当是什麼邪門東西呢。這不就是巧勁兒嗎？虧得有人拿這個當妖物，差點冤枉了人家孩子。丟人現眼，先回去。算你狠，這局讓你贏了。一個寡婦加個半的孩子，絕不可能憑空想出這種東西，背後肯定有人指點。我就不信挖不出你的底細。妍兒，你上次做的小水車我仔細看過了。結構比老木匠做的還精巧，這是我畫的大桶車圖紙，架在河邊能自動把河水提上來灌田，不用人挑水。能做出來嗎？能。好，今天就動工，我去叫帮工隊的2個壯勞力來打下手，你主做，柳芽帮递工具記尺寸，咱們把這桶支架起來。娘，這桶車真能自己提水，那以後澆地就不用挑着水桶跑半里地了。不止咱們家的地，等做成了，村裡誰家要澆地都能用，省下來的人力能幹不少別的活。大妹子，聽說你們家在河邊做新鮮玩意兒，我過來搭把手，免費幫忙，不要工錢。多謝好意，不過我們這活技術保密，外人不能靠近。要是想學手藝，等做成了自然會交給村裡人，現在就不勞煩你了。嗨，保密啥呀？不就是個木頭水池嗎？誰還沒見過似的？見過是見過，能不能轉，能不能提水就不一定了。請回吧，別耽誤我們幹活。娘，這人我見過，前幾天就在咱們家院牆外面晃悠，肯定是趙有才派來的。我知道。他就是想來偷學图紙，門兒都沒有。
咱们安心幹活，7天後見真章。我的天，真的自己轉，水自己流進地裡了，這也太神了吧！胖嫂，這玩意兒太好用了，以後澆地再也不用挑水了。我們家也想裝一個，你教教我們唄。去查，給我好好查那圖紙哪來的。一個胖寡婦絕對畫不出這麼精巧的東西，胖寡婦背後肯定有人。是，趙爺，我這就去周邊縣裡打聽，看有沒有外來的木匠高人來過。今天召大夥來，就說簡家建水車的事兒。河灘是宗族工地，簡寡婦私自在工地上動空木，壞了風水脈象。按族規，水車收歸族裡公有，他還要給祖宗牌位賠罪。說得對，河灘本來就是族裡的，誰讓他一個外姓寡婦獨佔？收為公產，全村共用，看何規矩？族老說河灘是公產，可有憑據？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河灘，自然是族裡的，還要什麼憑據？這是20年前我家男人簽的地契，花8兩銀子買下這段河灘，縣衙蓋了官印，白紙黑字清清楚楚。河灘是我人私產，水車建在我家地上，既沒佔公地，也沒動公產。您說的公產是哪門子公產？你這地契是假的，族裡的地什麼時候成你家的了？真假去縣衙一驗便知。族老要是覺得我私佔公產，咱們現在就去縣衙找縣太爺評理。柳芽不在。柳芽被帶走了。30兩銀子贖人，少一文都不行。天黑前湊不齊，柳芽就直接抬去我遠房侄子家做妾，到時候再想要人，可就不是這個價了。就是，我女兒養這麼大，30兩算便宜你了，沒錢就別逞能，乖乖讓她嫁過去享福。半天時間，30兩我一分不少給你，但柳芽要是少一根頭髮，我跟你們沒完。王掌櫃，我家裡出了急事兒，急需10兩銀子，能不能提前預支3個月的分紅？後續我加倍供軍粉補上。胖嫂，不是我不通融，契約上寫的明明白白，分紅年底結算，規矩不能破。我要是給你破例，賬房那邊沒法交代。我知道了，不麻煩您了。妹子，我這兒有5兩碎銀，你先拿着。柳芽那孩子可憐，可不能讓他們糟蹋了。我也有，湊一點是一點。我這兒湊了3兩，救人要緊，你先拿去用。謝謝大家，這些錢還是不夠，我還要想辦法。今日鎮上廚藝大賽，頭獎10兩銀子，我要報名。就你一個胖寡婦，這比的可是點心，你吃過點心嗎？請問這是比廚藝還是比選美啊，主持？當然是比廚藝，人人可以參加。這是我姑姑錦繡坊蘇坊教我的貴妃糕，8種果仁蜜餞制是宮裡傳出來的方子。這是千層糕，米漿蒸製，層層疊疊，入口即化。千層糕，從來沒聽過。那是，這可是現代的東西。貴妃糕精緻有餘，口感偏膩；千層糕清甜綿軟，層次絕妙。本場頭獎歸這位胖嫂。我來了。娘，從今天起，柳芽是我簡寧的女兒。誰動她，我跟她沒完！你個沒良心的白眼狼！我們是你爹娘，你敢不認？賣女兒的爹娘我不認，我只跟簡寧娘走。娘，我有一個不情之請，我繡活好，是因為我親娘是繡娘，她被柳家賣進了青樓，我好好學繡是想找到她。親娘？那上次柳家的2個人，他們不是我親爹娘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找，娘幫你找。謝謝娘。給你做的。趁手。萧炎哥，你怎麼給我做這個？我一個女孩子用不到。拿着用來防身，保護好自己。謝謝蕭炎哥。鎮上鋪面租下來了，前間賣醃菜滷味，後間做繡坊，你教繡，我管經營。娘，我們不是錢不夠嗎？怎麼租下來了？是我比賽贏得廚藝大賽的賞銀。娘，你什麼時候參加比賽了？什麼比賽？就是前幾天鎮上舉辦的廚藝大賽。娘，你好厲害！那我們真的有自己的繡坊了？叫寧繡坊，明天就可以開業了。我們蘇房主差我來賀開業，送幅繡品給你們開開眼。野路子出身，多學着點正經針法。拿那幅并蒂蓮出來。好的，娘。
回去轉告蘇秀娘，這幅百鳥朝鳳我出50兩收了，留着當反面教材，教徒弟們知道，光有名頭繡的死板，一樣上不了台面。你。那妇人的眼神，还有腕上的胎记，怎么那么像柳芽的亲娘？婶子，想看哪款绣品？我給您拿近了看。不用，我隨便看看。我們聊聊。婶子方才看那幅並碧蓮，看了很久，不過是花樣新鮮，多看2眼罷了。柳芽說過，她親娘腕上有月牙胎記，還留了半塊梅花玉佩。他還好嗎？不好，前陣子被柳家賣去做妾，剛贖回來。不過以後我會讓他好。是我沒用，我躲了20年，連站出來認他的膽子都沒有。嬸子當年是有難處，我本是錦繡坊的繡娘，20年前撞破了人命密訊，只能假死脫身，隱姓埋名到今日。這些年我不敢露面，只能借着街坊繡活的由頭。我知道你是個靠譜的人，也護着柳芽。我求你幫我2件事，一是幫我徹底抹掉錦繡坊的舊身份，擺脫當年的仇家；二是幫我在柳芽面前鋪好路，等我能光明正大站在太陽底下了，我傾盡畢生繡藝，幫你把繡服做大，這輩子都給你做靠山。一言為定。另外，我撞破了趙德柱的秘密，20年前他侵吞人家產業，逼死了蕭炎的親爹。什麼？有具體原因嗎？具體的我不清楚。看來還是要靠我自己查。妍兒，這塊玉佩是你小時候隨身帶的，你爹當年從山裡把你撿回來的事兒，你還記得多少？撿的不記得了，不重要。娘，這個給你，水車加了齒輪，提水快3倍。你就不想找找自己的親生爹娘？你是我娘。遺孤不知所蹤，難道遺孤就是蕭炎？趙德海當年死得蹊蹺，族裡對此事向來諱莫如深。若是蕭炎真與這事有關，只怕日後會惹來禍端。明日便去縣城，一來給柳芽的繡活打通縣裡的銷路，二來悄悄查一查趙德海當年的舊事，把身世的底細摸清楚。此山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，留下錢財貨物，再把那2個小娘子留下，饒你們幾個活命。妍兒，娘，走，我沒事。算你們狠，咱們走。走。傷成這樣還硬撐，先回村，繡會不去了。沒事，皮外傷，柳芽準備了這麼久，不能耽誤。哥，你的傷要緊，繡會以後還能參加。是啊，身子為重。不礙事，先去賽場，看完再找醫館也來得及。本屆百花繡會頭名當屬這幅並碧蓮，諸位請看，花瓣用蘇繡披絲手法，一根絲線劈成8份，暈染過度，渾然天蠶。花蕊用立體打子針，蟲翼薄如蟬翼，觸之有起伏，針法有傳承又有新意，靈動鮮活，實屬難得。我是臨縣最大綢緞莊的，訂80幅並碧蓮帕子，再加20幅團扇紋樣，價錢按市價翻倍，先付定金。我們府上夫人小姐都愛雅致繡品，訂50幅花樣子，要和這並碧蓮同織法的。多謝諸位抬舉，只是我家人受了傷，得先去醫館診治，後續要訂貨的，可去鎮上寧繡坊找我，一應紋樣價錢都好談。咦，怪了，這新傷高口齊成，入肉深淺規整，是軍中制式刀法的路數。尋常山匪都是野路子，砍不出這麼規矩的傷。他到底經歷過什麼？妍兒的身世遠比趙德海一半這個字要複雜。小將軍，您還活着，老奴找了您20年啊！你是誰？認錯人了。你左肩的月牙疤騙不了人。你是鎮威副將趙德生之子，當年將軍遭權貴構陷，通敵滿門遇難，是簡大山抱你逃到鄉野，隱姓埋命。如今仇家循着刀法蹤跡追來了，山道上的根本不是山匪，是殺手。我娘叫什麼？夫人姓周，名婉，是江南書香门第出身，繡活極好，性子最是剛烈。将軍出事那天，她
他穿着一身素衣，吊死在了辕门的旗杆上。没事，有娘在，老兵来得太巧。山匪刚走，他就现身，转头又和不明身份的人交易。赵家的人居然也查到这裡了，言儿的身世怕是已经漏了风声，这地方不能久待。大夫说伤口恢复得好，咱们明天一早就动身回村，省得夜长梦多。赵家的眼线跟了一路，消息早漏了。前面3岔口，你带柳芽和林石走后山密道回村，直接去河边统治工棚的地窖躲着，没我的话绝对不能出来。我留下陪你，他们要抓人，先过我这关。他们冲的是你赵岩隐蔽，没人能找到。我赶车走大路，引开眼线，兜一圈就回去。简宁，你窝藏朝廷，侵犯赵德海余孽，罪加一等，赶緊把人交出來，還能饒你個從寬處置。奉縣衙令，捉拿叛將一孽，閃開！我們要進去搜查。差押大人明鑑，我家只有兒子兒媳和做工的婦人，從沒見過什麼侵犯。族老空口白牙扣帽子，總得有憑據吧？憑據，搜出來就是憑據，給我搜！趙老爺子，院裡沒人，你把人藏哪兒去了？說！族老先別急着找人，您看看這些，這是20年間宗族公賬47兩虧通的明細，這是您當年給京中李尚書通風報信，構陷趙德海將軍通敵的密信抄本。貪墨祖產是私罪，構陷忠良是國法。族老，您說咱們誰才是該抓的犯人？真正的邊關舊部到了。參見小將軍！參見小將軍！族老，您貪污祖產、構陷忠良、私通權貴的罪證，我已提抄3份，分別送往縣衙、府城和邊關舊營。您今天急着抓人，是怕言兒翻案，還是怕20年前的事重提？趙老爺子，涉嫌構陷忠良、貪墨公泰，請跟我們回縣衙受審。小將軍，這是趙將軍的副將印信，憑此可調邊關舊部300餘人，皆願為將軍翻案，聽憑差遣。當年陷害你親生爹娘的那個京城大官還在掌權，往後的路不好走，怕嗎？娘在，不怕。還有村裡的人，跟着受了這麼久的苦，也該有個安穩日子。趙德柱倒了，從前那些欺壓人的舊族規不作數，我提議建胖嫂新村，就以簡家河灘地為核心，外姓人、流民、受排擠的散戶都能入村，土地按公分分配，統籌水利全村共享，繡坊幫工隊、木工坊集體經營，盈利按出力分紅。集體經營，虧了咋辦？散戶扛不住風險。入村者無論男女老幼，有工作、有飯吃、有地種，多勞多得，絕不叫人白出力，也絕不叫人餓肚子。我信你，我報名入村，幫工隊的活我接着幹。我也報名，繡祥班招12人，想學繡活的都來，管飯發工錢。木工組招8人，做統籌農具，管飯。胖嫂，村界劃到哪兒？東邊荒坡也算嗎？算，荒坡開墾種雜糧，河邊平地種水稻，擴建3台統河，夠全村澆地。這裡建主水壩，分3條水渠，效率比單台統車高5倍。這裡家瞭望塔，能看全所有進村的路。他嘴上不說，心裡一直在護着這個家，護着整座新村。鎮上驛站遞來的京城來信，署名周婉之兄。我打聽了，是現任戶部侍郎周大人言兒的親舅父。金烏說入京太險，你身份一公開，既是翻案的由頭，也是他們的眼中釘。當年能構陷你爹，如今也能對你下手。娘，我去，案要翻，仇要報，你和新村也得要個安穩。娘陪你去。新村離不開你，我帶王順他們去，有事立刻傳信回來。聽我的，新村有林秀娘和幾個嫂嫂照顧，沒事的。知道了，娘。哥，我繡的，入京穿上體面。好。這3本賬你收好，每日出入按舊例登記。林嬸幫你盯着繡坊，張大山管木工和水利，幫工隊的活照舊接。凡事多商量，別硬扛。若
若3月內我們沒消息，也沒傳信回來，就帶着全村老夏往北走，去邊關找王順說的舊部營地。這信裡有地址和信物，他們會接應你們。娘、蕭炎哥，你們一定要回來！新村剛建起來，我們都等着你们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傻丫頭，娘答應你，回來喝你和妍兒的喜酒。娘。娘，京城是什麼樣？城裡有寬的能跑8匹馬的大街，有徹夜不息的商鋪燈飾，有層層疊疊的宮殿飛檐，還有各式各樣的吃食鋪子。哎呀，我忘了，這些都是前世在現代的記憶，都是聽走南闖北的貨郎說的。等翻了案，我帶你好好逛。好。娘，我爹是什麼樣的人？聽老兵們說，將軍性子忠直，話不多，待兵屬像自家兄弟，打仗總衝在最前面，得了賞賜全部分給手下，和你很像。跟蹤的人從村裡一路跟到了這兒，京城這趟路從一開始就不太平。這糖糕3文一塊也太貴了，鄉下雜糧饃子能頂3塊。還有這綢緞料子太薄，風一吹就破，哪有我身上粗布衣裳耐穿？夫人，後方3名暗探自打咱們踏入城門，就寸步不離尾隨，死死盯着少爺行蹤。大娘真嫌便宜些吧，我一個鄉下寡婦，帶着孤身兒子進京投奔遠親，兜裡銅板不多，過日子難啊。咱們先落腳這間無名客棧，絕不今日踏入州府。京城朝堂局勢盤根錯節，咱們刻意示弱扮平民，就是要讓柳家眼線摸不透咱們底牌，先蟄伏觀望。像，太像了，你的眉眼輪廓和我慘死20年的胞妹周婉一模一樣。快進屋落座，整整20年，我終於盼到我趙家外甥入京了。你一個端茶丫鬟，不住伺候茶湯，緊盯我兒腰間做什麼？對不起，對不起。管家回來了。陛下賜戶部侍郎周府御制消暑涼茶，謝恩接旨。我這座侍郎府邸早已內外不乾淨，宮內黃泉眼線柳太師麾下密探雙向安插在此，你們母子入京的消息昨夜就已經傳遍朝堂權貴。周大人無需憂心，我們本就不想依附府邸苟活。趙家冤案想要徹底平反，就要光明正大示人，讓全京城知曉，當年含冤滿門的趙德海遺孤活着回京了。誰派你來刺殺我？這是你第一次直面死屍刺殺，第一次沾染人命，對不對？我只想制服他問話，我根本不想傷人，更不想見人死在我面前。這裡是吃人的京城朝堂，不是與世無爭的鄉野山村。心存善念，心軟手軟，咱們母子今晚就會死在這間房裡。往後我教你識人、防人、自保，讓這群豺狼待人，再也不敢對你下手。啊！大人，您快看這塊絲牌，這是當朝柳貴妃母族柳太師專屬絲竹腰牌。20年前構陷趙德海將軍，屠滅趙家滿門的幕後元兇，就是當朝太師柳星。我蟄伏隱忍20年，終於勾出這隻一手遮天的幕後元兇柳星，你的死期不遠了。當年構陷德海的首惡是如今的承恩侯柳勝，也就是當朝柳貴妃的生父。他掌兵部20年，門生故意遍布朝野，邊關將領半數是他提拔的，想翻案難如登天。朝堂動不了，就從後宮撕開缺口。承恩侯府的軟肋是子嗣。子嗣？深宮這些密事，你一個鄉間婦女怎麼會知曉？我上輩子各類宮鬥劇看了無數，外戚無子必失勢這點道理再清楚不過。入京後又多方打聽印證，內情早就摸透了。這段時日，我常與府中僕婦往來商販閒談打探，早已摸清內情。貴妃入宮10年無出，
太后最看重皇家開枝散葉，對柳家早有不滿。再過3月是太后壽前，正是機會。柳衙的繡活獨一份，我修書讓他感繡一幅百子千孫圖，借周大人之手進貢給太后。他的針法靈動，百子形態各異，比宮裡刻板的繡品鮮活100倍。只要太后看上眼，往後宮裡就有了咱們的人。好計策，太后素來喜歡精巧物品，若能得她親眼，別說遞消息，就是求個御前申訴的機會也不是不可能。刺殺我的人，我是軍中隱衛的步法。什麼？隱衛直轄兵部，只聽命於兵部最高主官，專司暗消滅口，尋常將領調不動。當年我爹是副將，根本碰不到隱衛編制，他們費這麼大力氣殺我一個遺孤，怕的不是翻案，是怕我爹根本沒死。你說什麼？德海沒死？不可能！當年邊關戰報清清楚楚，他自刎於轅門，首級都驗過了。隱衛出動，只滅口，不尋仇。若我爹真死了20年，他們沒必要追着一個鄉下孩子趕盡殺絕。若趙德海真的活着，那20年的局遠比所有人想的都要深。大人，邊關急報，北狄撕毀合約，連破3城，先鋒已抵雁門關下。還是來了。柳松長兵部20年邊防廢弛，果然擋不住北狄鐵蹄。朝堂上怎麼說？承恩侯一力主和，要割3城賠歲幣，說眼下兵無戰力，將無帥才，唯有議和能保太平。可20年前，德海就是因為力主北伐，反對議和，才被他扣上通敵的帽子，含冤而死。我去上朝，我請戰。不行，你身份還沒洗白，這時候往風口上撞，不是正好給柳松遞把柄？娘，北狄犯的是中原疆土，殺的是邊關百姓。我爹守了一輩子雁門關，我不能躲在府裡看着城門被破。陛下，北狄兵鋒正盛，我軍9疏戰陣，貿然出戰，恐損兵折將。臣以為暫許議和，休養生息3載，再圖北伐不遲。侯大人此言差矣。20年前，鎮威副將趙德海力主出戰，便是被人扣上通敵罪名，含冤而死。如今北狄捲土重來，不思御敵，反而割地求和，豈不讓邊關將士寒心？哼！周侍郎好一張利嘴。趙德海通敵叛國，鐵證如山，其子更是畏罪潛逃20年，這樣的人也配拿來做榜樣？罪臣之子趙岩，殿外請見。臣趙岩，鎮威副將趙德海之子，今日請戰北疆，領兵御敵，不勝提頭來見。准奏。封趙岩為鎮威校尉，領兵3000，即刻辭援雁門關。臣領旨。这孩子怎麼這麼莽撞？3000人對北狄數萬大軍，他以為是村裡打山匪嗎？你一個婦人跟着去邊關太危險，不如留在京城照應後路。他是我兒子，我不陪着誰陪着？再說我懂些醫理，能照看傷兵，也能幫着盯着糧草賬目。太后壽宴就在3日後，我先把這幅繡柱送進宮，求太后照拂一二，給妍兒鋪好後路，再去邊關也不遲。公公辛苦，鄉下人不懂宮裡規矩，您多擔待。安分跟着走，別亂瞅亂碰。到了慈寧宮少說話。這婦人看着敦實喜慶，倒有幾分像哀家早夭的安福偷公主。民婦叩見太後。起來吧。好一幅百子千孫圖，哀家活了大半輩子，從沒見過這麼靈動的繡品。民女有一事相求，民婦的兒子去了北疆從軍，民婦日日懸着心，怕他天冷缺衣，打仗受傷。民女想跟着行軍。都是做娘的心意，哀家懂。這塊通行腰牌你拿着，往後想進宮請安，不必再遞牌子。民婦謝太後隆恩。你就是趙岩那個鄉下養母？民婦只是個鄉野寡婦，撿了孩子拉扯大，
不懂什麼朝堂事，沒見識的東西，滾吧！站住！這秀誰教你的？回貴妃娘娘，是家中小女自己琢磨出來的野路子繡法，鄉下粗陋手藝，入不了娘娘的眼。野路子，這披絲立體針法，世間只有一人會，20年前便销聲匿跡。一個鄉下丫頭怎會習得？老實交代，你究竟從何處得來這套繡法？背後是不是有人指使？娘娘恕罪，民婦當真不當娘說的什麼針法，只是小女跟着鎮上繡娘胡亂學了幾分，自己瞎琢磨改良的，並無旁人指使。本宮暫且放你離開，回去好好想清楚。若是讓本宮查到你有所隱瞞，休怪宮裡規矩無情。派人跟着他，查清他身邊所有繡娘的來歷，一字不差回禀於我。是。趙校尉，我軍只剩3000皮兵，敵人鐵騎2萬壓境，固守城池都吃力，萬萬不可主動出擊。不必死守，敵人鐵騎擅長平地衝鋒，忌惮密集弓弩與重型投石機。我改良軍械，改舊式單發弩為齒輪連弩，加固投石車配重，再修繕城牆咬合防禦結構。這齒輪傳動結構，連環弩機設計，聞所未聞，比軍中制式軍械強悍數倍。3日之內，全軍換裝新弩，我親帶300死射繞後，伏擊敵人先鋒鐵騎。發射！大捷！雁門關大捷！斩殺敵人先鋒1000人，潰敵12000。庶子，區區3000殘兵，竟能大破敵人鐵騎。侯爺，趙岩一戰立威，軍中舊部紛紛靠攏，再放任下去，趙德海舊案很快就要被朝臣重提。那就想辦法讓他死在北疆戰場。這套側翼伏一，孤軍繞後，捨棄重速戰速決的戰術，和卷宗裡記載的20年前趙德海用兵手法一模一樣。我方才核對過軍案、戰法、布陣思路，分毫不錯。趙岩從未踏足邊關，更無人傳授兵法，太過蹊蹺。我曾寫信問他戰術由來，他只回了一句話：麻煩大人動用官場門脈，徹查20年前趙德海屍首下葬、陵園封存全部卷宗，查清屍身真假。好。你是誰？為何追入這荒谷？趙岩，參見父親。我記得這個名字，我記了20年，可我想不起自己是誰。您是趙德海，朕為副將，我的生父，我娘周婉，自縊軍前已證您清白，她一輩子都在等您。我想起來了，當年根本沒有通敵密信，承恩侯柳僧暗中私通北狄可汗，年年輸送邊關布防圖、糧草軍械，換取朝堂兵權與爵位。我查獲他往來密函，執意上奏彈劾。柳生為封口，偽造通敵罪證扣死在我頭上。當年我假意自刎，趁機墜崖逃生，被山下獵戶救下，醒來徹底失憶，被困北疆荒谷20年。柳豪害我趙家滿門，害我娘慘死欺瞞朝鮮20年，這筆賬我一併算。800里加急，飛鴿直送京城州府，只交給我娘，怕人不得翻看。屬下遵命，連夜啟程。德海將軍真的活着，柳心通敵叛國，罪證確鑿，證據到手，父子團聚。柳心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趙將軍尚在人世，翻案物證已得，必須雙管齊下，一邊叮囑承恩侯穩住京城，一邊借北疆軍功推舊案浮出水面。先找周侍郎，朝堂得有人接捷報畫點。承恩侯的人守了我府3天，你頻繁過來易暴露。之後我不來了，北疆布防細節我放在城西張記肉鋪銅鼓裡，你派人買肉敲開骨節取，入宮獻繡見太后，我自有分寸。你等捷報到當庭助戰，把戰功往趙家舊部引，先撕開口子。來2斤帶骨髓的銅鼓，之後我天天來，你留最新鮮的。當家的打仗去了，就盼北疆多打勝仗，老百姓過安穩日子。放箭！鲍將軍斩首3000，副主帥拓跋烈繳獲糧草無數，敵人主力折損，3月內不敢犯境。這一仗夠給趙家軍證明。立刻寫節號放京。第一步整理，接下來該柳生睡不着了。陛下，
趙岩虽勝，但北狄兵力尚足，臣以為當乘勝議和。承恩侯此言差矣。如今正是收復失地良機，何況當年趙家軍守北疆10年，如今後人再立戰功，北疆戰法自有傳承，何須議和？愛卿，朕記得20年前趙家軍出事，也是你力主議和。臣是為江山社稷着想。皇帝當眾提舊案，承恩侯當場失態，第一顆棋子動了。這幅並蒂蓮是誰繡的？回娘娘，是民婦故人所繡，本是獻給太後的壽禮。這是周家獨門繡法。周婉是你什麼人？回娘娘，周婉夫人是民婦故人，她的兒子如今正在北疆帶兵。我与她是自幼閨中密友，當年她嫁入趙家，我還繡過嫁衣。後來我被逼入宮，眼睜睜看她夫家蒙冤自縊，連最後一程都送不了。你以為承恩侯是我靠山，他是我親爹，卻親手斷我子嗣，怕我生皇子威脅他扶持的太子。本宮可以幫你，事成之後讓承恩侯府萬劫不復。民婦答應娘娘，事成之日，民婦恭送娘娘上位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，娘娘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好端端怎么动了胎气？陛下，臣妾的孩子没了，是娘家送来的福品，陛下替臣妾做主。回陛下，贵妃体内有麝香殘留，龙胎医保不住。传朕旨意，承恩侯府上下即刻看管，所有物品补品一律查封，彻查到底。柳氏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害自己娘家！妍儿，爹不跟你回京。爹，翻案您必須回京面聖，才能坐實柳松罪名。爹回去是死證，一露面柳松就會拼命滅口。我留在北疆做獵戶當活證，只要我活着，他就不敢輕舉妄動。你在京城也有餘地周旋。您保重身子，等京城穩住，我再接您回家。路上得小心，柳松不會放你平安進京，我留了人沿途護你。爹，等兒子接您回家。趙岩，侯爺有令，有你不走。柳松倒是看得起我。小将軍，末相來遲。你怎麼來了？他們是誰？他們是趙家軍舊部，墜崖之戰僥倖存活，一直在北疆等老將軍消息。老將軍吩咐過，讓我們護您一輩子。趙家不孝子孫趙岩，謝各位叔伯。你總算回來了。刺客身上摘的，柳松已經動手了。京城情況怎麼樣？陛下，老臣忠心三朝，豈容一介婦人污蔑？請陛下明察。民婦簡寧。有3證能證明承安侯柳僧20年前通敵叛國，構陷忠良。你胡說！第1證，趙德海將軍親筆血書，橡樹柳松假傳密令，誘趙將軍赴兵捕議和，洩露行蹤，致趙家軍全軍覆沒。血書印記筆記均可驗。第2證，承安侯與北狄密信17封，從柳貴妃宮中暗格搜出。陛下，是貴妃陷害老臣。第3證，侯府20年收支賬冊，年俸僅2000擔。20年間置地3000頃，鋪面120間，進項與俸祿差100萬兩，每筆不明進項都對應密信時間，貪淫構養3支北疆邊軍。公糧貪墨無度，斬秋後決絕，抄沒家產，族人流放3000里。小心！20年，趙家的冤屈終於昭雪了。參見誥命夫人。什麼誥命不誥命的？我就是胖嫂，都起來幹活，別整虛禮。軍中官職我都辭了，往後就留在新村過日子。繡娘班這月出了3個新人，下月就能接宮外成衣訂單。穆公祖收了12個徒弟，我把連弩改成澆水耕地農具，種田能省1萬里。沒什麼山珍海味，都是家裡常吃的。來，吃飯。爹娘，吃飯。好，吃飯。制曰：簡氏寧氏賢德仁厚，特封為7品誥命夫人，即刻入京受封，留京聽用。入京常住不行，我鄉下人住不慣京城，也吃不慣宮裡的飯。這誥命能換錢嗎？能換成銀子補貼新村我就接。他身子不好，經不住奔波，誥命頭銜我們接，人必須留村。趙家舊屬都跟着他守新村。咱家替陛下做主，誥命保留，特許你留鄉。逢宮中大典，必須隨傳隨到。行，這個沒問題。哼。什麼御賜新村，占了咱們水利，明天就去把統車占了，大家共享。咱們冒充新村幫工去鎮上騙錢，肯定有人信。你們是御賜新村，賦稅提3成，下月交齊，不然封作坊。御賜偏額是賞我們的，哪有加稅的道理？哼，這是縣衙規矩，有意見找縣太爺說去。不好了，鄰村人帶鋤頭去河邊，要強占統車。胖嫂，
鎮上有人冒充咱们新村帮工，骗了好几两银子。合着诰命刚下来，都当我是软柿子。先喝粥，账慢慢算。娘，我想开个武馆。我不教花架子，只教怎么用最小的力放倒人，怎么借地形以少胜多，怎么护住身边的人。这是北疆战场杀出来的真本事，比市面花拳绣腿管用100倍。你说的发力技巧、地形用法，我都整理成册，叫实用格斗术，每个弟子发1本。有了武馆，县衙邻村再来找茬也有底气。就是镇上武馆可能过来找茬，来就来。听说新村开了野路子武馆，开武馆得懂规矩。今天我教教你。请。都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学武不是为了打架，是为了保护家人、保护村子、保护该护的人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保护！赵馆主，我猛虎武馆30个弟子，连我在内，并入你门下。胖嫂，我第3回上门了。柳芽17正是说亲年纪，这次是镇上粮铺少东家，家底厚人老实，嫁过去直接当少奶奶。劳烦你跑了，柳芽忙着赶绣活，没空见人。她的亲事得她自己愿意，你先回吧。这半个月8波说亲的，你一个都不见。娘，我不想嫁旁人，就想在绣房干活，也想陪着娘和严哥。藏这么深，还当我看不见呢？你跟妍儿从小一块长大，青梅竹马的，怎么反倒不敢说了？娘，我以前出身不好，严哥现在是将军后人，我怕配不上他。配不配得上，不是別人說了算，是你們倆說了算。他要是真心，自然會上門提。娘，兒子今天是來求您應允我和柳芽的親事。我當是什麼事兒？你小子終於敢開口了，我還以為你要憋到明年。兒子沒什麼珍奇物件，這些是我全部身家，全都交給柳芽。往後他管內，我管外，秀服他做主，武館我扛着，絕不讓他受半分委屈。你跟柳芽從小一塊長大，知根知底，門第出身，娘不計較。我就問你，他從前受的苦你都清楚，往後日子長了，你會不會嫌他負他？兒子絕不敢。柳芽陪我熬過最窮最難的日子，我這條命都是娘和他救的。得一心人比官位家世重要，往後他在哪兒，家就在哪兒。他膽子小，受了委屈不愛說。你得護着他。爹放心，我拼了命也護着他。傻子。妍兒，我把柳芽當我親女兒，你負他。即使你是我兒子，我也讓你這輩子進不了這個家門。本官奉令清查逆黨餘孽，有人告發你們私藏軍械，聚眾謀反，首犯簡寧，拿下！大人，此事必有誤會，武館都是木刀竹劍，教村民強身謀生，絕非謀反。你小小縣胄也敢攔本官辦案，再敢多嘴，連你一起按同黨論處。我跟你走，但不許傷村民，不許碰作坊繡坊。娘，娘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留下守着村子，別衝動。我去就回，有事我會傳信。胖夫人，見了本官還不跪，你可知罪？民婦不知。皇上御賜的胖嫂新村匾額還掛在村口，您說為就為，這御賜匾額是給您踩着玩的。少拿御賜壓本官！你私藏軍械、操練人馬就是謀逆，就算有匾額，本官也有權清查。木刀竹劍教孩子強身也算軍械，那縣裡10幾家武館是不是都該抄家？你巧言厲色，來人上刑！大人別急着動刑，民婦有太后親賜腰牌，想請大人跟我一起去京城問問，太后的腰牌管不管用？御賜的村子，您說為就為，算不算抗旨？你怎麼會有太后的腰牌？你別拿太后腰牌壓人，本官是奉旨清查逆黨。奉旨？奉誰的旨？承恩侯都斬了，你還在替他舊部賣命？維新就是你給兵部侍郎遞的投名狀，辦成了調省裡做官，辦砸了他推乾淨，對吧？你胡說！胡說，咱們就上京當着皇上太后說清楚，御賜新村被你圍了，太后腰牌被你當擺設。我倒要問問，是你官印大還是皇家旨意大？你要是敢不去，我現在就拿着腰牌去省裡，說你私扣诰命夫人對抗懿旨，到時候你腦袋保不保得住都難說。你敢威脅本官？不是威脅，是請大人跟我走一趟，馬車我已經備好了，現在就動身。
馬車備好了。好，把知府大人請上車，別怠慢了。你真要带我进京？侍郎大人不會放過你的。那就讓他等着，我倒要看看是他的手長還是太后的腰牌硬。这一趟上京明着是告狀，實則凶險。兵部侍郎是承恩侯老部下，肯定不會坐以待斃，但也是機會。京城那麼多流民婦女，把新村模式搬過去，既能安人又能賺錢。等解決了兵部侍郎，就把新村牌子插到京城去。一個鄉下胖婦人，真以為有塊腰就能翻了天，還敢押着知府上京，自尋死路。京城是咱們的地盤，他敢來，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你們不該來，兵部侍郎已經動了殺心，京城全是他的人。不來，等着他派兵滅了新村，來了至少能搏一把。太後那邊我遞了帖子，但宮裡一直沒回話。兵部侍郎在後宮安了人，一持腰牌進去，恐怕也見不到人。見不到就找別的路，總不能退回去。夜裡去見皇貴妃，她欠周姐姐一條命，這事兒不能置身事外。太后鳳體翻傷，近日不見外診，誥命夫人請回吧。既然太后身子不適，民婦就不打擾了。勞煩公公通傳一聲，就說簡寧來過。兵部侍郎的手伸進後宮了，太后不想見還是不能見，不好說。那就找能說上話的人。你深夜闖本宮寢宮，膽子不小。承恩侯府已經倒了，你還來找本宮做什麼？承恩侯倒了，但害死周婉姐姐的不止他一個。當年通敵案，兵部侍郎也參與了，是他扣下求援奏折做了偽證，周姐姐的死他也有份兒。明日，本宮帶你去見一個人。胖婦女，你膽子倒是大，朕的兵部侍郎，你說告就告，連太后宮門都敢闖。回陛下，民婦不敢告朝廷命官，民婦只是想請陛下看看一樣東西。一本村賬也值得你專程進京呈給朕看。陛下往後翻，全村按公分取酬，人人有事做，產業歸集體，收益半分村民半濟貧。去年無流民，繳稅220產。周邊的流民過去也能這麼安置？只要肯幹活，就有飯吃，有地方住。周邊3個村的流民全安置了，沒要縣衙一粒救濟糧。你這新村的法子，朕要是推廣到全國，如何？民婦願做試點，慢慢鋪開。但民婦有一個條件，請陛下為20年前趙德海將軍的案子立一塊昭雪碑，正式昭告天下，趙家軍是忠良，不是逆黨。好，朕答應你。胖夫人，你得意什麼？朝堂之上輪不到你一個村夫撒野。沒什麼好得意的，你欠趙家軍的，欠20年前冤死的人的，該還了。娘，都結束了，我們回家。好。陛下駕崩了，太子今日登基，新帝年幼，太后臨朝聽政，大赦天下。太后就是當年賞我腰牌的那位。回來了，回來了，爹。胖嬸回來了。娘，你可算回來了。這3個月繡坊擴了10倍，上個月剛交了300匹宮繡。好，安穩過日子比什麼都強。沒什麼山珍海味，都是家裡的味道。吃飯。吃飯。胖嫂簡寧接旨，太後有旨，照胖嫂新村模式入京，為天下範板。去個屁！老娘要抱孫子了！三封懿旨你推了2回，太后說了你不進京，她就親自來新村。我就是個鄉下婦人，哪敢勞太后大駕？本宮跟太后說，那胖婦人骨頭硬，軟的不吃得來硬的。太后沒異議，承恩侯舊部還有殘餘在後宮，她要找個能用的人，你最合適。行，我跟你走，但我得安排好村裡的事兒。我帶蕭炎爹和老兵進京，村裡的事兒交給你。繡坊武館按之前規矩來，別亂。娘放心，你在宮裡萬事小心。我跟你去，宮裡人多，我護着你。我帶5個就義跟着，暗處護着，出不了事兒。我陪你去。母後，簡寧來了。過來。
讓哀家看看。婉娘生前總跟哀家提說她認了個奇女子。民婦簡寧參見太後。像哀家年輕的時候身上那股不服輸的勁兒一模一樣。哀家請你來，是想讓你教教哀家怎麼當一個胖嫂。哀家想在後宮推你的新村法子，嬪妃、宮女、太監，能幹活的都組織起來，織布、刺繡、種花、養蠶，賺的錢全入後宮公賬，用來赈災濟民、賞下人。娘娘，後宮是皇上的，民婦是鄉野村婦，不懂宮裡規矩，怕壞了禮制。規矩，哀家就是規矩，哀家說能做就能做。太后籌謀這事很久了，後宮月例層層克扣，老了的宮人沒活路，早就該改了。這裡住的都是失寵嬪妃，月例被克扣一半，連過冬炭都領不齊，空有針線手藝爛在屋裡。宮女25歲放出宮，除了灑掃什麼都不會，沒嫁妝沒手藝，多數流落街頭。太監老了幹不動活就被逐出宮，無兒無女，只能凍死在破廟裡。宮裡幾千口人，大半都是幹活的命，哀家想給他們留條活路。民婦答應幫娘娘，但有3個條件，娘娘應了這事兒才能成。第一，全憑自願；第2，賺的錢歸公賬；第3，娘娘你親任後宮新村村長，我只當顧問。好，哀家都答應你，明天就貼告示招人。第1天沒人敢出頭，3個失寵嬪妃，2個老宮女，1個瘸腿太監，還有1個浣衣局婢女，7個就7個。新村剛開的時候也才5戶人家。陛下、太後，後宮變法命嬪妃宮女織布營生，實屬後宮干政，米姬司臣。臣懇請太後還政於地，廢除後宮新村，嚴守祖宗之法。哀家不過教宮女織布，嬪妃繡花，諸位愛卿就坐不住了。那哀家問問，去年黃河水災，戶部撥了多少賑災銀？真正到災民手裡的又有多少？戶部撥銀20萬兩，層層苛刻到災民手裡不足30%。諸位愛卿嘴裡的祖宗之法，能救國災民，還是能養活宮裡幾千口人？別出去，朝堂不是村裡，他們會把氣撒在你身上。沒事。道理不分公立公務外，一介村婦也敢闖金鑾殿，後宮干政就是你挑唆的。陛下，諸位大人，民婦有一言，民婦的新村不是讓女子干政，是讓女子有口飯吃。諸位大人的母親妻女，難道一輩子只能靠男人活着？老臣支持太後。陛下、太后，臣趙岩，忠永公之子，請命再赴北疆駐守邊關，北敵未滅，臣不敢享太平。你可知北疆苦寒，去了少說3、5年才能回來。臣知道，趙家軍守了北疆10年，臣是趙家後人，該回去。娘，我想去，但有一条，活着回来。你爹等了你20年，娘不想再等20年。兒子記住了。北邊冷，多帶2件厚衣裳。傷藥備足了，別硬扛。知道了，爹，你在京城好好的，等我回來。吃碗面再走，路上別虧着自己。銀子不夠就傳信，家裡給你送。娘，妍兒，我走了。妍兒，等我回來。保重身体，早點回來，我等你回來。北疆捷報，趙岩將軍3月連破敵人5城，斬敵2萬，邊境再擴100里。少年戰神，趙將軍威武！夫人，北疆加急密信，趙將軍親手所寫。敵人求和，條件是太后和親，不對，這不是求和，是逼宮，逼太後下台，逼後宮變法悠長，逼胖嫂新村的路子徹底斷了。備車，進宮。你深夜過來是為了北疆和親的事，娘娘已經知道了。哀家老了，和親未嘗不可，換邊境10年太平，值。放他娘的屁！敵人根本不是真心求和，就是拿您做由頭，挑唆前朝反對您，逼您還政退居後宮。等您退了，變法全廢，新村全撤，到時候他們再打過來，誰能擋？娘娘，您教過民婦，哀家就是規矩。現在民婦教您第2句，
規矩是用來打破的。这是萧炎随信送回来的。敌人王庭内部不是鐵板一塊，二王子助戰，大王子主和。大王子的母妃是漢人。娘，你怎麼來了？敵人逼太后和親，我已經整好人馬，他們敢再提，我就直接打過去。蠢，打仗用腦子不用命。你戰死了痛快，邊境百姓怎麼辦？柳芽怎麼辦？敵人不是一條心。和親是二王子的主意，就是想逼太後退位，亂咱們朝堂。我們幫大王子坐穩位置，和親的事兒自然就沒了。大王子憑什麼信我們？言兒，聽你娘的。爹，娘她……爹都知道，趙家的仇是你娘報的，現在爹幫你打這一仗。我當年在冰谷做獵戶，王庭的路我熟，今晚我就潛進去聯絡大王子的人，裡應外合。爹，萬事小心。放心。你帶精銳3更天突襲二王子主營，鬧得越大越好。我這邊趁機幫大王子穩住王庭。記住，只打二王子的人，別碰大王子營帳。集合精銳，3更出發，直搗二王子主營。降還是死？卑鄙！有本事正面打！是。綁了，助戰派所有人，繳械不殺。30年前你父王擄我入帳，你當眾笑我是漢奴，這筆賬今天算。我們不是來和親的，是來通商的。牛羊換絲綢，馬匹換茶葉，皮毛換瓷器。往後邊境開3處戶市，按月交易。咱們不做敵人，做買賣，兩邊百姓都划算。胖嫂，本宮喜歡你，和親算什麼？做買賣才是長久的。本宮應了。北疆冷，別凍着。老了，不經凍了。等這邊事了，咱們回家。北疆大捷。母後，胖嫂姐姐真厲害。胖嫂新村模式即日起正式定為國策，各州府逐步推行。诰命夫人，請看：江南淮西3州豪強阻撓官吏克扣，新政寸步難行。太后有意維穩，此事難強推。他們不是守祖宗禮法，是捨不得手裡的佃戶私田，捨不得拿捏底層百姓過日子。不必勞煩太後，這一次我見陛下。胖嫂夫人前來是為地方新村新政受阻一事，朝堂奏折朕都看過了。陛下坐在宮闕之內，看得到奏折文字，看不到民間疾苦。紙上千句力敗，不如親眼一見。准。朕不帶文武朝臣，只召趙岩一人護駕，即刻動身。陛下，這便是百官口中禍亂組織的新村，它非我私產，是流民孤婦殘兵的安之處。豪強戀田，官吏戀權，才橫加污衊，蒼生活命，何罪之有？朕明白了。擬朕手詔昭告天下：一、各州府限期1年落地安民新村；二、阻撓新政克扣殘糧者以抗制論處；三、推行得力者越級拔擢，加官進爵。是。完事了，天下新政定局，朝堂阻力清乾淨，邊關通商安穩。從今往後，公事別找我。全村事務、公坊營收、各地新村對接，你全權做主。武管200仕途，邊關舊部、北疆駐兵聯絡，全歸你管。南北繡坊、宮廷訂單、邊境繡品貿易，全盤交給你。娘，國策剛推行，百廢待興，您才50，何必徹底抽身歸隱？都50了還不該歸隱？前世天天007喘不過氣，這輩子救人造村，搬權臣定國策，勞碌夠了，老娘就要躺平享福。诰命夫人，陛下口谕：西域各部遣使入朝，懇請落地同款新村範式，安撫流民。聖上想問夫人，可否西行一趟，督辦西域新村籌建？不去，回去告訴你們陛下，模板、章法、賬冊、公分、規矩全套成冊存檔了。想學，讓皇帝自己帶人南下進村學，別來煩我曬太陽。一邊長孫滿月，一邊新村得朝廷嘉獎，實打實雙喜臨門。今日咱們不省銀子，全村設宴流水席，連擺3夜，大夥兒一同慶賀。太后懿旨，召胖嫂简寧攜蕭炎夫婦與滿月埋兒即刻入京，挨家在宮中備宴，專程要喝這一場滿月喜酒，也議一議天下新村的章程。
好不容易躺平享福，吃席都不让安生，老太太真是不放。收拾行囊，带上严儿两口子和孩子，进京赴宴。哀家执掌后宫，垂帘听政一辈子，困在宫墙裡一辈子。年少入宫，联姻朝堂，从未嫁得心之所望。哀家这一生，从未嫁对人。可哀家看着你随心所欲过日子，哀家才懂，女子不靠夫君，不靠皇权，也能活出自己的样子。娘娘穩住朝局，保住幼帝，改制后宫，救赎数千宫人，扛下朝野骂名，守住万民安稳。娘娘，你也活出了自己的样子。胖嫂，朕思虑许久，天下新村遍地铺開，疆域遼闊，需人統管。朕想下旨封趙岩為新村總督，全權統管天下所有新村事務，您看可行？陛下，新村不是朝堂官職，不是权臣疆土，是天下流民百姓、妇人老兵的安身之疆。总督官位不必了。娘，那个新村总督官位很大吗？连朝堂大臣都眼红。很大，统管天下所有州县新村，手握民政、公防、流民安置大权，实权比当朝宰相还要宽裕。那您为啥一口回绝，答應這些能護着更多百姓啊？因為新村從一開始就是流離百姓、安身活命的家，不是朝廷轄制的官署。柳芽，你記住，皇權賜予你的東西，權力一朝更迭就能盡數拿走。可百姓自己開荒、自己織布、自己抱團掙來的安穩日子，誰也拿不走。我知道了，娘。夫人，這方無字碑是全村百姓自籌石料，連夜雕刻立起來的。這塊碑是咱們全村人的心意，等着夫人您自己提筆刻字。娘，碑是為您立的，您刻。娘，第3筆您想刻什麼？功名、家國，還是天下新村？不刻了，無字碑挺好，不琢磨了，吃飯。胖嫂新村的法子從一縣傳到一州，傳遍天下13省。可路走得遠了，就有人耍心眼，有官吏扣下種糧，層層盤剝；有豪強眼紅田產，暗中使壞。什麼新村舊村，到了咱們地界就得按規矩來，上頭撥的陣糧先扣30%入公賬，這是歷來的規矩。一個鄉下胖婦女搞出來的名堂，也敢占老子地頭，今晚就去砸了他們的繡坊，看誰能護着。我不再挨個州市跑了，從新村走出去的12個孩子，個個學透了章法，帶着我的牌子奔了四方。他們是12顆種子，落到哪兒就能在哪兒長出一片新村的根。江南3州217名繡娘名冊我核完了，下月15統一到總舵學雙面繡。但凡投奔的繡娘，只要肯學手藝，咱們全收，管吃管住，工錢按月結，一分不少。柳芽姑娘，如今總回下轄繡坊72家，連京城官眷都點名要咱們的繡品。這不是我的本事，是娘鋪的路。往後繡娘走到天下任何一處新村，都有飯吃，有活幹，有地方撐腰。上個月青州新村被地主糾集200佃戶搶糧，咱們一隊人過去3天穩住局面，沒傷一個村民。往後但凡豪強鬧事，直接傳信總管，我親自帶人過去。蕭統領，西北路8州護衛隊編制配齊，240人，全是各村壯士後生，都練過半年以上拳腳。新村護的是老百姓的活路，咱們護衛隊就是老百姓的刀，誰敢砸老百姓的飯碗，咱們就先砸了誰的飯碗。這月咱們救下17個婦女，8個安排去周邊新村繡坊食堂，9個留在隊裡，一邊學繡活一邊練拳腳，能靠手藝吃飯，靠拳腳黃身，就不用看任何人臉色。從前這地方窮得叮當響，村裡人吃不上飯。後來來了個人，帶着大家蓋房子、開荒地、辦繡坊，日子才一天天紅火起來。趙爺爺，那個人是誰呀？是胖嫂。胖嫂，胖嫂。妍兒，娘，您說。娘要走了。娘，您昨天說要走，您這是要去哪兒？您身子要緊，可不能胡思亂想。放心，死不了。娘這輩子守着這1畝3分地，
還没好好親眼看過。现在新村章法穩了，娘想出去走走，挨个看看咱们亲手建起来的新村。那也不能您一个人去，我安排2队护卫跟着，再挑2个稳妥的妇人随行照料起居，路上也有照应。不用，带的人前呼后拥，老百姓就不敢说真话，我反倒看不清真实日子。家里的事儿，天下新村的事儿，都交给你和柳芽了，娘信你们。娘，这是我亲手绣的，路上山里风大，您记得穿上别冻着。伤药和干粮我都包好了，您都带着。胖嫂，这是京城商号通兑银票，各州钱庄都能取，路上别省着，不够就传信回总舵，我立刻安排人送。早点回。都回去吧，不用送了。